沈某偶然得来这味奇香，在场谁能闻出其中3味主香，沈某便娶谁。世人皆知我爱沈燕近乎疯魔，他这一举动哪怕是我都会以为是为了给我递梯子。可惜谁不知尚书府家的千金爱好调香，嗅觉异于常人，这怕不是为了某人专门设的吧？沈将军，小女偶感风寒，近来无法食香，素来听闻苏小姐善调香，想来赌局是为你而设。本宫瞧着你们俩倒是般配。臣女已于3月前定亲，未婚夫是顾太傅嫡孙顾衍之。哦，何时的事？回娘娘，3月前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更帖已换，婚期定在2个月后。他，顾衍之，顾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沈将军说的是，怕是编的吧？这场赌局是我前世最大的耻辱。那天也是皇后设宴，她忽然站出来说这话，所有人看向我，我当时真的以为她终于看到了我的心意。白檀、龙涎、苏荷，苏青瓷果然嗅觉不凡。不过，这个赌约说的娶，我可没说是娶做正妻。对呀，娶也可以做妾嘛。沈大小姐怎么上赶着做妾啊？看来是真没人要了。姐姐，你别难过，沈燕哥哥说了，你要是愿意，可以来将军府做个洗脚婢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定的亲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说来可笑，我认识沈燕还是因为苏明珠。我刚被认回尚书府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懂。苏明珠虽是假千金，但从小在府里锦衣玉食，养母舍不得她，便让她留了下来，做了义女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踩着我往上爬。我记得第一次见沈燕是在尚书府的花园。喂，那个谁，把茶端过来。沈燕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府上新认回了一位千金。喏，就是他，见过沈将军。走吧，我找了一味古香方，想让你闻闻。又是香，我最讨厌那些味道了。沈燕哥哥，你换个爱好不行吗？什么香方？你懂香？略知一二。我从小在乡下跟着一位采药老人学辨识草木，香料也懂一些。沈燕哥哥，她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？别信她。3个月，你若真能复原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不对，不是这种味道。你倒是有点用。就因为这6个字，我陷进去了。好香，沈爱卿重赏！哈哈哈哈！爱卿调香真乃一绝。来人，赐沈爱卿御前奏对。前前后后，我为他调了整整7味奇香，助他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可他呢？她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也配碰你的东西？不过是利用他的鼻子罢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我那时候真贱。你做的不错，
我不会亏待你。姐姐，你偷了我的香方，怎么还敢来质问我？我没有偷，那是我调的。你这双手既然不安分，就不该留着。沈燕，我没有偷，那是我调的，你闻过？聒噪！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沈燕哥哥说要给我办全京城最盛大的婚礼，他还说要用你调的那些香做嫁妆呢。反正也用不上了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遇见他了。苏青瓷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？顾衍之，你跟他订婚？沈将军有何贵干？别装了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次，我倒是可以勉强让你做个贵妾。毕竟，你的鼻子还有点用。沈公子，我确实和顾衍之定了亲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。至于你说的贵妾，还是留着给你的明珠吧。小姐，他走了。走吧，去顾府送香。你以为顾衍之真会娶你？我会查清楚的。查去吧。苏青瓷怎么回事？上一世她不是最乖的吗？重生之后，我想得很清楚，上一世她的调香天赋无可替代，只是用得不够好。这一世要更早抓在手心里，让她老老实实帮我调香。同时，我也要光明正大的娶苏明珠。顾家，她一个尚书府半路认回来的野丫头，顾家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来人，3天之内，我要知道苏青瓷和顾衍之订婚的全部细节。是。哼，说。公子，查到了，苏小姐确实和顾衍之订了亲，更帖、聘书、礼单都齐全，日子就在2个月后，9月18。顾家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听说是顾衍之亲自求娶的。去年秋日诗会上，有人往顾衍之的茶里下毒，苏小姐无意中碰翻了那杯茶，救了他一命。顾衍之后来查了3个月，才查到下毒的人，然后就托了媒人上门。去年秋日诗会，前世也有那场诗会。顾衍之好像确实来找过苏青瓷，但那时苏青瓷满心满眼都是我，根本没理会顾衍之。那个顾衍之是不是看上你了？我只想帮公子调香，其他人都与我无关。救了一命，他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救别人。可他今天看我的眼神，平静的、疏离的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前世他看我不是这样的，前世他看我时，眼里分明有光。小姐，
沈将军送来的。退回去。雪中春信的方子，你忘了吗？方子是我调的，我自然记得，但方子是我的，与你无关。送回去。你若愿意回来，正妻之位我可以考虑。小姐，您真的不心动吗？那可是沈将军。心动？小何，你知道一个人被烧红的铁钳夹碎手指是什么感觉吗？正妻之位，曾经我做梦都想要的，现在他轻轻飘飘地写在纸上，像赏赐一样丢过来。出去吧。小姐，顾公子在前厅等着呢，您快去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青瓷，我来给你送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前几日在街上看到，觉得你会喜欢，便买了。没有人给我买过东西，沈燕没有，尚书府的家人更没有，连我亲生母亲都总觉得亏欠苏明珠更多，分给我的耐心少之又少。可他觉得我会喜欢，所以买了。顾公子，你不必叫我衍之。我们是要成亲的，你总叫我顾公子，日后旁人听了会觉得生分。不着急，慢慢习惯。对了，今天我来的路上遇到了沈将军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你与他有过旧约，让我莫要被骗了。旧约？他让你莫要被骗？他说你从前对他一心一意，还曾许诺非他不嫁。沈燕，你可真行。他说的你都听完了？听完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站在这里。衍之，你信他说的吗？我信你，你说的，我便信。谢谢你。不必谢，青瓷，你值得被人好好对待。前世我活了19年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信你，我怕我一开口就会哭出来。小姐，沈将军在门口站了2个时辰了，好多人在看，要不要去？让他站着，站累了自然会走。老爷说，沈将军毕竟是朝廷命官，这样站在大门口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让小姐去应付一下。知道了。此处不再留你，速去。可否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？如今说这些，未免太晚。前世你给过我机会吗？前世的事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？沈燕，你说过去就过去。我双手被废的时候，你说了什么？我死的时候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我是一个工具，你说没什么好心疼的。那些话我记了2辈子，沈燕，你让我怎么过去？如果我后悔了呢？后悔是这个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小姐，沈将军是不是真的后悔了？
他后悔的不是伤了我，他后悔的是这一世没人再帮他调香了。哦，婚期剩下不到1个月。姐姐，你这嫁衣的料子是不是选的太素了？顾家可是太傅府，你穿成这样，不怕丢人？我喜欢素净的。哼，这只步摇太老气了，不如我送你一只新的。前几日沈燕哥哥给我打了全套的金镶玉头面，可有10几件呢。不必了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沈燕哥哥的气？他那天在你家门口站了那么久，你也该消气了吧？一个男人能放下身段做到那个份上，你还想怎样？苏明珠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的？前世我死之前，苏明珠曾对我说过一句话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顾衍之其实来求过亲的，前1个月，他亲自登门说要娶你。可惜呀，你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沈燕哥哥，连见都没见他。前世临死前他才告诉我，大概是为了让我更痛苦。可他不知道，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将死之人，什么亲事不亲事的，与我何干？原来前世就有人想要娶我，原来前世就有人觉得我值得，只是我瞎了眼，没有看见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太子殿下遇刺了，就在城南的巷子里。刺客用的是一种奇香，迷晕了太子的侍卫，差点要了太子的命。奇香。青瓷，有件事我必须问你。太子遇刺时用的那种香，经大理寺查验，是冷麝香。我没有调过那种香，我调的冷麝香是清冷的路子，不会致人昏迷。刺客用的香跟我调的不一样。我知道，但是刑部那边有一个人指证你，说见过你调制这种香。那个人你必须见一见。谁？沈燕。苏青瓷，你可认得这味香？认得，这是冷麝香的变方，加入了大量曼陀罗子，可致人昏迷。此香可是你所调？不是。大人，苏青瓷于调香一道天赋异禀，臣可以作证。他从前为臣调过7味奇香，其中有1味冷麝香，成分与刺客所用者高度相似。此外，臣与苏青瓷曾有过旧情，他因臣未能回应他的心意，心生怨恨。此事臣本不愿提及，但事关太子殿下安危，臣不敢隐瞒。沈将军，你方才说苏青瓷为你调过7味香，其中1味冷麝香与此香成分相似，请问
那位冷麝香的方子现在何处？那方子，臣已遗失。遗失？如此重要的证据，居然遗失了？那已是去年的事，臣不曾保留。那沈将军如何确定苏青瓷的冷麝香与刺客所用相同？凭记忆，调香一事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刺客所用的这味香，经大理寺反复查验，内含东陵香。东陵香只产于岭南，产量极少，全京城每年流入不过10斤。而去年1年，苏青瓷通过尚书府采购的所有香料中，并未有任何一批次含有东陵香。大人，这是下官从户部调来的京城香料流通记录。去年全京城购入东陵香的人家一共13户，苏青瓷不在其中。顾少卿倒是查得仔细，不过刺客未必只用自己买的香料，也可能是别人送的。那就请沈将军举证，空口无凭，怎可定罪？沈将军所说的成分几乎一致，是否只是凭印象得出的结论？还是说，沈将军另有证据，证明苏青瓷接触过东陵香？沈将军，你可还有别的证据？臣还有一个人证。谁？尚书府义女苏明珠。苏明珠，你可知苏青瓷调制刺客所用香一事？民女知道一些，民女本不想说的，可是事关太子殿下，民女不敢隐瞒。大约半年前，民女曾看到姐姐在院中调制一味香，味道很冲，闻了让人头晕。民女当时还劝她说这种香太烈了，不要多用。半年前我才刚重生不到2个月，忙着找顾家提亲的事，哪有功夫调什么香？沈小姐，你说苏青瓷调的那味香气味很冲，令人头晕，你可还记得那味香的主香是什么？民女不太懂香。你只需要说出你闻到的味道即可，是麝香，是龙涎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好像是麝香，还有桂花。沈小姐，刺客所用之香，主香是冷麝香、安息香和曼陀罗子，辅中东陵香。这3种主香没有一种闻起来像桂花，而你所说的桂花，恰恰是苏青瓷最常用冷梅香中的一味辅香。你作证之前，大概打听过他平日调什么香，却弄错了方子。民女记错了，不是桂花，是别的。够了！苏明珠作伪证，扰乱堂审，拖下去。大人，民女没有撒谎，民叔真的看到了。沈燕哥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沈将军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请求暂时休堂，臣有新的线索要查。准。你倒是不在意这事。有你们，我也帮不上忙。你这次是来……案子查清了，沈燕府上的一个门客招供了，是苏明珠指使他制的香。苏明珠？那沈燕？沈燕被罢职下狱了。当今震怒，刺杀太子，多半没法善良。小姐，案子查出来了，是苏明珠干的，她被判了死刑。我知道了。你来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苏明珠要杀太子的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不是那种会谋反的人，你只是太信任苏明珠，被他利用了。你倒是了解我，
我了解你，前世你废我双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你了解透了。前世我废了你的手，今生我进了牢房，因果报应，果然不爽。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青瓷，前世的那些话，我说你是工具，我说不心疼你，是我诓苏明珠的。我当时不知道你在门外，我只是不想让他闹，不想让他不高兴。你说你是诓他的，可那些话你说出口的时候，难道心里真的没有那样想吗？沈燕，前世的事我已经不恨你了，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再背着那些东西过日子。这一世你对我做的一切，我也不再计较。你想害我，没害成；你想毁我，也没毁掉。我放过你了。青瓷，对不起。沈燕，你的对不起我收到了，但我不能原谅你。以后的路你好好走，你我之间就到这里了。青瓷！这是什么？我托人做的。我们的婚期因为案子耽搁了几天，但9月18是个好日子，我不想改。所以，我想问问你，9月18那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青瓷，娘以前对你不好，你别记恨。不记恨。麻烦转交给尚书府苏小姐。烟气袅袅升起，味道很浓烈，和他这个人一样，永远不懂得适可而止。青瓷，走吧。夫人这是转性啦！以前小姐在府里时，可从没见她在门口迎过。青瓷瘦了，是不是顾家的饭菜不合胃口？没有，挺好的。这香牌不错，胭脂送的吧？嗯，有心了。回来了。嗯。顾胭脂待你如何？很好。嗯。前世我在这个府里活了4年，父亲跟我说话的次数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40句。每次见面，他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好像想亲近又不知如何亲近，最后干脆躲得远远的。如今我嫁了顾家，他倒是知道关心了。胭脂呢？怎么没一起来？他去大理寺点个卯，晚些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先进来坐。春兰，去厨房看看莲子羹好了没有？是，太太。手上的伤都好了？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青瓷，有件事娘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妹妹明珠的事，你心里可还记恨？她刺杀太子，被判死刑，是国法，不是我定的。娘知道，娘不是那个意思。
明珠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，做事不懂分寸。可他毕竟在府里长了15年，娘看着他长大。所以呢？所以娘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去求求顾衍之，让他帮着说说情，哪怕改成流放也好，留他一条命。娘，这件事我帮不了。你都没试过。青瓷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娘。试了也没用，刺杀太子是谋反大罪，能保住尚书府不牵连已是万幸。你要是再去求情，惹恼了皇上，整个府里的人都得陪葬。娘，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岳母让我带她去吃饭，你怎么先走了？不想待了。荣芳岩新出的桂花糕，顺路买的，你尝尝。你买的？嗯。你一个大男人去买桂花糕？我跟掌柜的说，给我娘子买的，她推荐了这一款。这2个字轻飘飘的，却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前世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是顾太傅的嫡孙，年少有为，20岁便入了大理寺，是京城最年轻的少卿。也听说过他性子冷情，不爱与人交往，京中贵女想攀附都找不到门路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前世在我死前1个月亲自登门求亲。衍之，你是不是也记得前世？是，我很后悔没能夺回你。那你前世是不是来尚书府求过亲？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过你，让媒人带了帖子去，你没收。我在尚书府门口等了你1个时辰，你没出来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你不知道，那时候你眼里只有沈燕，看不到别人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因为我想试试，万一你愿意见我呢？你别哭，都过去了。现在你是我妻子，这就够了。你吃一块。好。好吃吗？甜的。确实是甜的。沈燕的判决下来了，流放岭南，3日之后启程。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他？没有。衍之，你是不是不高兴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刚才说话的语气有点怪。我不是不高兴，我只是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你和沈燕之间的事。我们之间没什么事。我知道，可你们毕竟有过一段过去，我不想显得太小气，也不想显得太不在意，所以我在找一个合适的度。你笑什么？笑你。顾衍之，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跟我说话都像在审犯人？习惯了，在大理寺待久了，跟谁说话都这样。那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可以不用审案子的语气。那我该用什么语气？随便，反正不是审案子的语气就行。
青瓷，今天中午想吃什么？你做？今天我休沐，可以下厨。你还会做饭？会一点，不过可能不太好吃。那我试试。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。什么？苏明珠的行刑日期定在3天后，跟沈燕流放是同一天。我知道了。哪个是你做的？鱼汤、红烧肉和青菜是厨娘做的，我怕我做的你吃不下去。你以前学过？在大理寺办案的时候，经常要去乡下，有时候住在老百姓家里，看他们做饭，看多了就学了一点。你一个太傅府的公子去乡下办案，官职在身，不分贵贱。心里对这个人的认识又多了一分。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世家公子，他是真的在做事的人。好吃。你去院子里坐着，我来收拾。今天是苏明珠行刑的日子吧？小姐，太吓人了！苏明珠从头哭到尾，一直喊娘救我，可谁也救不了她。你去看这个做什么？我好奇，而且我想看看她遭报应的样子。看了之后呢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解气，就是觉得挺惨的。她喊娘的时候，嗓子都劈了。人死如灯灭，他做过的那些事，该还的已经还了，以后别再提了。苏明珠死了，前世的这个时候，她正穿着我的嫁衣，被沈燕牵着手走进礼堂，风光无限。而这一世，她死在了刑场上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母亲知道后哭了一场，哭完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父亲沉默了一整天，晚饭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咎由自取”，放下筷子就走了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觉得痛快，只是觉得空落落的，好像有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被搬走了，可搬走之后留下一个坑，怎么也填不平。在想什么？苏明珠的事。难过？不算是，就是觉得有点不真实。他前世害死了我，这一世我看着他死，可我没有那种报仇雪恨的感觉。那是因为你不是他那样的人，你和他不一样。他从害人中获得快感，你从帮人中获得满足。所以你看着他死，不会觉得痛快，只会觉得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选错了路。言之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想知道。因为你救过我。就因为这个？不全是。那天诗会上，你碰翻那杯茶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察觉茶有问题了。我正准备放下杯子，你就冲了过来，把茶碰翻了。你知道？但我没想到你会冲过来。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不知道那杯茶有毒，你只是觉得那杯茶不该被我喝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杯茶太烫了。你说茶太烫会伤喉咙，让我换一杯。我不记得这件事了。前世那场诗会，我确实碰翻了顾衍之的茶，但我已经不记得原因了。所以你就因为这个去查了下毒的人，查了3个月？不止因为这个，还因为你碰翻茶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公子，茶太烫对喉咙不好。
那天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一个会担心陌生人被茶烫伤的姑娘，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所以我开始查那杯茶的事，查到下毒的人，查了3个月。查到之后，我想，我应该去谢谢他，然后我就去了尚书府。你没见我，然后你就没再来了。不是，我又去了2次，你都没见。第4次的时候，你的丫鬟告诉我你在给沈岩调香，没空见客。然后我就没有再来，我以为你心里有他，不想被打扰。直到你重生之后主动来找我，说想跟我定亲。青瓷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辈子值了。你别哭了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哭的。那你为什么说？因为你问我，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夫妻之间不该有秘密。青瓷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告诉我，好的坏的都告诉我。好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好，你只会说好吗？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叫盛夫君来听听。想得美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开怀。院子里桂花香气弥漫，秋风微凉，他的怀抱很暖。我想，这就是我重活一世的意义。不是为了报仇，不是为了远离沈燕，是为了遇见他。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，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。可我很喜欢这种平淡。前世我活在刀尖上，每天都在讨好这个讨好那个，累得要死。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什么都不用怕，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，真好。青瓷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沈燕到岭南了。然后呢？他托人带了一封信来，是给你的。你不看？不想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没必要。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已经嫁给你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还是看看吧，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？青瓷，岭南多瘴气，我水土不服，病了半个月。这里的香料很多，有些我从没见过，我学着自己调香了，调得不好，毁了很多材料。调香真的很难，难道我每天都在想你以前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跟你说一声，你以前真的很厉害。沈燕。他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说岭南的香料很多，他学着自己调香了。然后就这些？我不会再看它，但也没有烧掉，不是因为放不下，而是因为不需要。有些人，有些事放在那里就好，不必刻意忘记，也不必刻意想起。日子照常过，香照常调，鱼汤照常喝。
三皇子被废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上午，皇上查到了他勾结太子身边侍卫的证据，加上之前刺杀的事，龙颜大怒，直接废为庶人，圈禁在皇子府，永世不得出。苏明珠都已经死了，还能查到他头上？顺藤摸瓜，那个门客招供的时候供出了三皇子，大理寺查了2个月，终于找到了证据。言之，你最近查这些案子会不会有危险？担心我？不用担心，我办案有分寸，不会让自己涉险。可上次你查太子遇刺案的时候，3天3夜没回家。那是特殊情况。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？你3天不回来，我睡不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尽量不熬夜。尽量？有些案子急，不能不熬夜，但我保证，最多1天1夜，绝不会3天3夜。行吧。青瓷，你这么担心我，我很开心。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因为这说明你心里有我。你放开我，我在磨香料呢。不放。顾远之，叫夫君。你。小姐，您的脸怎么这么红？热的。可现在是秋天啊！我说热的就热的。这样的日子真好。你的手怎么总是这么凉？天生的。明天我让人给你做一副手笼，出门的时候带着。不用，我又不怎么出门。那也要带，万一出门呢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值不值得一个谢字？谢谢夫君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夫君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这么叫吗？顾少夫人，皇后娘娘请您明日入宫叙话。皇后娘娘让我明天入宫。没说是什么事？没有。明天我陪你去。你明天不是要去大理寺吗？请半天假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进宫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又不是第一次进宫。上次进宫，沈燕当众羞辱你，这次谁知道又出什么事？好，你陪我去。顾少卿也来了，本宫只请了顾少夫人，没请你啊。臣陪妻子来，娘娘见谅。行了，来都来了，坐下吧。顾少夫人，本宫今天请你来，是有件事想问你。娘娘请说。本宫听说你调香很厉害，沈燕从前那几味奇香都是你帮她调的？
是。那几味香，本宫都闻过。雪中春信、月下美影、龙涎饮，每一味都是上品。本宫很好奇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手艺？臣女从小在乡下跟着一位采药老人学辨识草木，后来自己摸索着调香，慢慢就学会了。那位老人还在吗？已经过世了。本宫想请你调一味香。太后娘娘最近睡眠不好，太医开了安神的药，效果不大。本宫听说香料也有安神的功效，所以想请你给太后调一味安神香。娘娘抬爱，臣女愿意一试。好，本宫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若真能调出来，本宫重重有赏。能调出来吗？能，但需要一些特别的香料。什么香料？沉香、檀香、乳香、安息香、熏鹿香，还有一些药材，比如酸枣仁、白子仁、远志。这些好找吗？沉香和檀香不难，乳香和安息香也容易，但熏鹿香比较少见，需要托人去找。交给我，我让大理寺的人帮你打听。大理寺帮你找香料？不是用大理寺的名义，是我私人托朋友帮忙。胭脂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调安神香比想象的要难。小姐，这香很难调吗？难，给太后调香，容不得半点差错，万一出了事，不是闹着玩的。那您以前给沈将军调香的时候也这么谨慎吗？给沈燕调香的时候，我不谨慎，我只是拼命。每一味香我都用最好的材料，最复杂的工艺。有一次调龙涎饮，需要用一种剧毒的香料做引子。我戴了3层手套，还是中了毒，手指肿了半个月。沈燕知道后，只是说了一句下次小心点儿，然后就拿着香方走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自己真是蠢得可以。小姐，我说错话了。没有，你说的对。以前调香我不谨慎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是为别人调香，现在是为自己。为自己做事，才更要小心。我已经试了3天，快了。小姐，这香好厉害，我闻了一会儿就困了。你出去透透气，别真睡着了。准备明天送进宫。什么味道？安神香，我调的。很好闻，闻了确实想睡觉。那你早点休息。青瓷，太后那边你确定没问题？确定，我已经试过了，很温和，不会有问题。那就好。早点睡吧，明天我陪你去宫里。好。顾少夫人，请进。顾少夫人，香调好了。调好了。
这香叫什么名字？回太后，此香尚未取名，请太后赐名。闻着像月光，又像清晨的露水，就叫月露香吧。太后好雅致，今晚试试。你手心都是汗，紧张？不是说不紧张吗？那是嘴硬，太后万一不喜欢怎么办？她喜欢，你没看见她闻了香之后眉头都舒展开了？看见了，但还是不确定。放心吧，你的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赏的。太后用了月露香，当晚就睡了一个好觉，第二天起来精神好了很多。皇后很高兴，派人送来这些赏赐。小姐，发财了！你就知道钱。这云锦也值钱啊，给您做件被子，过年穿肯定好看。行，你帮我拿去裁缝铺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沈燕在岭南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他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土司，被人打断了腿。严重吗？挺严重的，听说以后可能都站不起来了。你难过吗？不难过，但也没有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他好也好，坏也好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青瓷，你真的放下了？胭脂，你还不信我？不是不信你，我只是不太确定，毕竟你和他有那么多过去。顾胭脂，你听好了，我苏青瓷这辈子只嫁了一次，嫁的人叫顾胭脂，我的丈夫是顾胭脂，我要共度一生的人是顾胭脂，我孩子的父亲也是顾胭脂。沈燕是谁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青瓷，你别哭啊！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哭的。我没哭。你明明就是哭了。风吹的。屋子里哪来的风？青瓷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谢谢你说这些话。谢谢你，让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。顾胭脂，你以前是不是没人喜欢过？什么意思？不然怎么我说几句好听的话，你就感动成这样？确实没人跟我说过这些话。顾胭脂，顾太傅的嫡孙，大理寺最年轻的少卿，京城无数贵女的梦中人，可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，你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胭脂，以后我天天跟你说。说什么？说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我想，这就是最好的爱情，不是轰轰烈烈，不是海誓山盟，是平淡日子里的相濡以沫，是柴米油盐中的细水长流，是你在我身边，我在你身边，就够了。